当胯。这个动作呢，我们在练习的过程里面分为2个动作。第一个动作，两脚平开步，两手自然顺着大腿向下抚摸，在摸的过程当中，上身尽量要保持中正，同时两手自然向下，能够让指尖触地即可，不需要让整个手掌触地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的身体只需要保持腰部的放松，同时在下放的过程里面，我们会感受到腿后侧腘绳肌和小腿肌肉有一个非常强的拉伸感。很多同学都在以这个动作说，老师我下不来怎么办？其实都是因为大家太过于紧张的原因。我们只需要非常放松的将腰背形成一个很松弛的感觉，不要让自己的这个肌肉进行紧绷。你会发现你的手其实通过肌肉放松，这样的一个很放松式的一个下压，你就可以触到地，而且是整个手掌摸地的一个作用。很多同学就是因为太过于紧张自己的腰背，所以的话就会出现这种，老师我下到这儿以后我下不去了，太紧了，就感觉到我腿上的韧带难受。其实不是腿，而是我们的腰部，你没有办法将腰和腿来进行一个折叠，我们只需要很放松的将腰部肌肉给它尽量的放松拉长，然后形成一个弯折向下的动作就可以了。大家可以感受一下，我们自己测验腰部不放松，那么你在压自己的这个腿的过程里面，你就会感觉到腘绳肌非常痛苦。但如果腰背一放松的话，你甚至可以拉住自己的小腿，将头钻到自己的两腿中间，只需要放松就可以，放松。所以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不需要用任何的外力来增加自己的这个难度，只需要我们放松下来就行了。那既然要拉伸，那么我们肯定不能完全静止在这里不动，所以我们两手呢自然放松。如果大家觉得地面脏的话，就可以用手不摸地；如果大家可以去接受手摸地的话，咱们就转。怎么去转呢？以自己的左右两侧的鲨鱼肌来进行发力，拉伸自己的两手，向左，摸到自己的脚后跟，随后向右摸到自己的脚后跟。两侧循环往复的，以腰肌放松的前提下，来让自己的腹部肌肉和侧线肌肉来进行收缩，让自己的身体进行左右两侧的摇摆，来进行我们腰部肌肉的竖脊肌的放松。这个过程当中不仅可以锻炼到我们的竖脊肌和腹腔肌肉的灵活，还可以顺便拉伸到我们的大腿后方的腘绳肌肉，只需要很放松的左右两侧循环往复的螺旋转腰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慢慢回正，在这个时候起身一定要慢，要不然的话会晕。当然这个动作只是单独的给大家做教学，下一式的动作我们衔接上这个动作，大家就不会再出现那种贫血然后头晕的情况了。下一式动作呢，我们在弯腰的动作下，就这个放松下沉摸地的动作来进行一个衔接，身体不要起来，两腿稍微打一下弯，同时向右侧或者向左侧平开半步，两脚脚尖微微外摆，朝向于45度，膝盖脚尖方向一致。随后让两手抓住自己的脚，抓住之后，我们把腿部股四头肌的肌肉放松，然后让自己的屁股自然放松下沉。在这个过程里面一定要切记不要发力。在这个时候，两手抓住自己的脚面，同时脚定住不动之后，让自己的手肘关节顶在自己的膝关节内侧，然后放松自己的大腿，放松后坐下沉。这个时候先不要在乎自己的这个后背直不直，我们能够通过身体大腿的尽力放松，然后感受到当胯内侧的一个拉伸以及下侧的一个拉伸。我们同样也要保持自己的放松下压。压完以后，我们再慢慢的去换动作，调整自己两脚之间的间距，可以把脚往回稍微拉得近一点。随后我们两手手肘还顶在自己的膝盖内侧，同时向中线进行相合十，慢慢的把自己的随着
胯内肌肉拉伸的越来越松软，将手顶在中线以后，你会感觉到内侧的拉伸感进一步加强。蹲到这儿之后，不要急，后背一定要保证挺直中正。随后怎么办呢？好，重心还在中间，向左转腰。在左转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右腿内侧右手顶撑的力量越来越强，然后保持自己的重心还在中间，然后保持一定时间以后，再向右侧转腰，让腿内侧左侧也能感受到这个向内顶的拉伸感。好，到这个位置之后，我们这个动作基本上就结束了。随后大家看怎么恢复原状，两手自然向下放，摸住自己的脚，先撅屁股，把腿蹬直，脚尖回正，随后两手放于自己的膝盖和大腿，手推屈膝，挺身站直。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不会让腰产生二次发力，因为我们最容易伤腰的动作就是伏地挺身，最容易伤到自己脑袋，让自己脑袋供血不足的时候，也就是从低身法突然间变到高身法，就会产生贫血的问题。所以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先从臀胯上行，再到手撑辅助，慢慢起身，就可以避免这样的一个问题。而且都是以我们身体的自重来进行拉伸，不会痛苦，但是这个过程会让我们觉得拉完以后身上是很轻松的啊。那么我们从侧面再看一下这个动作，连接起来，我们完整的跟大家去做一遍。好，两脚平开步，腰部放松，两手顺着大腿前侧慢慢向下进行松沉下落。当手能触到地以后，这个时候大家很多人都会说，老师触不到地没有关系，腰部放松自然就能触到地。随后以两侧的鲨鱼肌来进行运动，向左侧转摸脚后跟，向右侧转摸脚后跟，让手在身前画圆弧线，感受腰肌的左右两侧充分放松，拉伸变长。随后平开半步，脚尖外摆，下沉，大腿放松，自然后坐。这个时候腰背可以不直。随后两手合于身前中线，好，挺身立直，左转腰，感受右腿拉伸，右转腰，感受左腿拉伸。好，拉完之后，两手抓脚，先起臀胯，扣脚，两手摸膝盖，屈膝，推掌，放松站直。好，这个过程呢，我们结束了以后，大家要切记有几个易错点。第一个易错点就是我们在下压的时候，腰下不来，就是我们的腰部太过于紧张了，所以怎么下都不好下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，第一个易错点要学会不紧张，要放松啊，松下来就自然触到地了。第二个知识点，在我们开步的时候，有很多同学一旦到了这个动作上下不来了，腿放松，自然自己就下来了。第三个错误点，两手合到胸前的时候，背没有挺直，而是驼着，左扭头右扭头，没有让腰去转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没有形成很好的拉伸了。好，那么同学们，我们第四个错误点呢，就是在转腰的过程里，很多同学在进行转腰的过程当中，会牵带到自己的髋胯关节，从而导致自己在转腰的时候形成了这样的重心移动。在我们这样重心移动以后，你发现了吗？我们的胯又没有产生一个相对应的拉伸感，所以一定要记住第四个错误点呢，就是在我们立身中正之后，要保证自己的身体处于一个重心在两腿之间，然后在左右螺旋转腰的过程里面，能够找到肘关节和大腿内侧有一种相互顶撑的一个关系，这样子才能很好的拉伸到胯的内侧，从而来避免我们形成不正确的动作转化啊。那么最后一个小点呢，需要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脚尖的问题。我们脚尖呢，很多同学喜欢把脚尖放到正前方，那么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蹲下来在顶撑膝盖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膝关节的外侧有很大的拧转的力量，就很不舒服。所以在运动生理学当中讲，我们的膝关节髌骨和胫骨以及股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，它要永远保持和脚尖方向一致。
所以在我们顶撑向外的时候，一定要让自己的两脚脚尖微微的向外摆，大于45度，或者是说等于45度，才能保证膝关节和脚尖的方向是产生一致的。一般情况下，在太极拳当中所要求的，我们的脚尖方向是45度的开步法。那么我们在运动的过程里面，其实就保证在下蹲的时候，脚尖方向是45度就可以了。如果说同学们想要更好的，就是更多的去开发自己的胯，可以将脚尖摆得更宽一些。但是我们说了啊，太极拳不丢不顶啊，无过不及，刚刚好是我们开发出来身体最棒的一个条件。所以这是我们的髋胯关节的一个拉伸动作，还有错误点的知识介绍。